您的咖啡。哎呀，这有谋有故事的钻石王老五，还是搅乱了我们小欧的一池春水啊！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吧？你说这么大喜事儿，严姐也不说请我们去1/3搓一顿，这几天都没见他人影儿，不会是不敢见我们吧？他是去外地出差了。哟哟哟，这还没怎么着的就替他解释上了。去利川这2、3天腻歪的，回来见不着人，是不是抓心挠肝？小雨，你放着我来。拿水冲一下，快。不好意思啊。姐，你真的打算跟严妮好了？姐，他是个花心的男人，你千万别……严谨是个怎么样的人，姐心里清楚。好了，多注意点。哎呦，谢谢。跟手机置什么气呀？摔坏了可就真没有严谨消息了。完了，这回某人是真惹着我们家池清欧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还真把某人当盘菜呀？是不是盘菜你都吃下去了？什么滋味儿，你自己最清楚。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想的那么糟糕，没准人家严大老板是真的忙，这2天就没有时间回你消息。你要真想他，你就给他打电话呗。我要再给他打一个电话，我不姓季。那你姓严，逗你玩呢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女追男一点都不跌份儿，反而更容易把幸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可你以前，你可是不会花这些时间胡思乱想的。要我说，你就直接给他打，问清楚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这年头做什么事情都得干干脆脆的。喂，小王，你这2天死哪儿去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在外地呢，最近公司出了点事儿，忙的妈都不认识了。哎，我真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，等我忙完这一阵儿，亲自到40龙田跟你谢罪。你干嘛举着嗓子说话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这跟客户在谈事儿呢，在洗手间给你打个电话，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头打给你。
张宇他母亲的病情最近应该稳定些了吧？哦，我最近有点忙，没顾上去他家。听战宇说一切都好。你还得叮嘱他们啊，让他们定期来医院检查。嗯。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没有啊，挺好的。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小严，你们还联系吧？偶尔。你和爸，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，你和妈就放心吧。好。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路上小心啊。嗯。钱够花吧？季主任，你就这么怀疑你女儿赚钱能力啊？拜拜。拜拜。喂，方大小姐。严谨怎么说的？再迪拜都不够你腐败的，还操心我。回答问题。他说他忙着，不方便接我电话，回头再向我赔罪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欺负了？我呀，还是建议你去他家突击检查一下，什么都清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边好多东西在打折，我一会儿拍照片给你啊。先挂了啊。找严谨。严谨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季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朋友啊？对，我之前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的老板娘。哦，既然是朋友，进来坐会儿吧。不用了。那你们聊，我去看眼汤。好。严谨没有打来电话解释，更没有出现在似水流年。就在我犹豫是否要删掉严谨的联系方式，忘掉这2个月的荒唐事儿时，我的生活里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更加荒唐的事情。姐，你这几天状态有点不太对劲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姐好着呢。啊，有钉子！什么有钉子？老板呢？我就是老板。这个怎么解释？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？吃到一半吃出这么尖的东西，还让不让人活呀？先生，您确定这钉子是我们蛋糕里的吗？我来你这吃蛋糕，还亲自放一根钉子进去，诬陷你的，我有毛病我？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，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。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，你还有理了？信不信我曝光你们啊2位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给2位道歉。这单给你们免单。免单就完了？
我要求精神赔偿。我们要赔偿，吃出钉子，你们看啊，吃出钉子来！别脸脸不要脸！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，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你们俩栽赃陷害、胡搅蛮缠。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，爱干嘛干嘛去。走就走，走！你们这家黑店吃出钉子来，我要曝光你们！要曝光也曝光你们！小心啊，你们啊，小心吃出钉子来啊！走！抱歉大家，请坐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，请坐。姐，别太着急，做生意总有起起伏伏，不忙的时候刚好歇一歇。可是这2天店里太冷清了，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。小欧，你快看看，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，我看这些人都是刚注册的新用户，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。我把截图发你了啊。姐，会不会是上次那2个顾客搞的鬼啊？小欧女士吧？谁呀？你穿的睡衣真好看。你谁呀？死变态啊！没事儿，一定是有人看咱们店里生意好，眼红报复。那天小欧姐还被锁到了店里面，我去找人拆了锁才开的门。其实我这几天晚上都有接到骚扰电话，对方问我是不是季小欧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再打过去，对方就关机了。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是，最近店里怪事儿一件接一件，肯定是蓄意报复。你们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没有啊。上次有2个客人硬说在我们蛋糕里面吃出了钉子，那一看就是他们自己放进去的。我们就说了他们2句，也不至于闹这么大的动静啊。我觉得咱们还是报警吧。现在没有任何证据，报警没有意义，除非我们能抓个现行。怎么抓？我们可以在店外比较隐秘的地方装一个摄像头，如果这帮人再来骚扰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录像交给警方，这样警方就可以立案侦查。好主意。姐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这2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。不用了，就你这小身板，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。那我也是男孩啊。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有战宇在，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照应啊。那行吧。
你们从利川回来之后，严谨对你忽冷忽热的，战宇是怎么看待他的行为的？他当然是替我生气。赵廷辉，你今天是为了战宇的案子来的，为什么一直盯着我、战宇、严谨3个人的关系问来问去？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？严谨也在死者的关系网内啊，我调查他，这很正常啊。你怀疑严谨？现在案件还在初步调查阶段，我们没有怀疑任何人。但是，只要是跟战宇有关系的人，我都要一一排查的。我炖了点汤，把它喝了吧。好，不用动。为了我差点连命都没了，喂你点汤没什么的。伤口很疼吧？没什么事儿，躺个2天应该就好了。你说又得罪了什么人吗？段哥的仇家不少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追到这边来。人我已经让伟子去查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这2天好好养伤就行。今天连累你了。嗨，哪儿的话。家里人打来的，我现在这个样，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比较好。醒了，起来喝点汤。公司里有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处理，你还过来照顾？这算什么呀？要不是你，我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小心烫啊！好喝。我去开门。东西先放下吧，喝点水吧。严谨呢？还睡觉呢？已经醒了。药买了吗？在包里。喏。哎，刘总来了，梅姐刚煲的汤特好喝，我给你盛一把。严总恢复的不错呀。那还得感谢刘总及时往这儿送药啊。先换药吧。你好。我来吧。哎呀，你轻点儿。这换药啊，讲究稳准狠，下手轻了反而处理不好。人抓着了吗？还没。你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呀？我怀疑开枪的人不是咱们的仇家。那会是谁啊？是谁我现在不清楚，但我敢肯定的是，这事儿是事先安排好的。
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第一，我的人把梨园整个翻了个遍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。我还暗查了红石帮和陆万金那几个仇家，都没听说他们派人找我们的麻烦。第二，通过子弹可以断定这把枪是射程在800米以内的中口径狙击步枪，精准度极高啊！所以对方如果真心想要报复，完全可以一枪命中。为什么他第2枪才射向了梅姐？第1枪是不是有意在引起某个人的注意啊？第3，段哥忌日当天，严总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墓地，却恰恰在那天发生了意外，还让严总受了伤。会不会有点太巧合了？刘总，咱俩相处了这么久，看来您还是不信任我呀。这些都是我做武警和缉毒警那些年获得的勋章，大概10几20处吧，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。我印象最深的一处，是我身为缉毒警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时被毒贩击中了胸部，子弹击穿了我的护甲，离心脏只有0.几公分，我庆幸地捡回了一条命。但我的好兄弟在那一回的行动当中牺牲了。后来我就退伍经商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我怕死。因为我太知道了活下来有多么不容易。什么把子弹留给我，活着才是王道。刘总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？你不是没死吗？怎么说话呢？严姐为了我们差点把命都丢了，你怎么还能胡思乱想、胡说八道呢？还不赶紧道歉！严总，别急，我这不是也在分析一种可能性吗？是吧？你放心，开枪的这个人，我掘地3尺也要把他挖出来。天天有骚扰的电话，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天天盯着我。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小华，你这2天死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我在外地呢，最近公司出了点事儿。你干嘛撅着嗓子说话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这跟客户在谈事儿呢，在洗手间给你打个电话。梅姐，吃饭了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头打给你。嚯，这菜一看就是有故事的女人才做得出来的。什么有故事啊？好几年没下厨了，凑合吃吧。这好菜不配上好酒，说不过去啊。你不能喝酒。没事，少喝一点。
既然要喝酒，那第一杯我先敬你吧。来，铁伟子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今天他说的话确实有点过了。他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，我理解。他疑心重呢，是因为以前吃过不少的亏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些年要不是有他护着我，估计我早就被段哥的仇家给做了。刘伟他对你什么情感，我一早就看出来了。虽说啊，他是一个糙人，但他对你真的是细致入微。你就从来都没考虑过他吗？他怎么对我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我对他，只能是兄弟。毕竟我们两个中间隔着一个段哥。虽然他已经不在了，但是这辈子，刘伟都得管我叫大嫂。看来刘伟还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。其实我跟他，在生意的经营上面有很多不太一样的观念。我呢，是觉着只要能把眼前的生意做好就行了。但是刘伟什么钱都想赚，有时候还觉得应该干几票更大的。来。来吧，吃点菜，要不然都凉了。好，尝尝这个。嗯，这个排骨还是之前段哥教我做的呢。嗯，这手艺真不错啊。这段哥都这种地位了，还下厨做饭啊？刚混社会的时候做过几年厨子，后来虽然过上了打打杀杀的日子，但是只要有时间，他还是会回家做菜吃的。铁汉柔情。看过电影《甜蜜蜜》吗？嗯。其实我跟段哥挺像电影里边的李翘和豹哥的。我老家是吉林延边的，父母都是农民。16岁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到了哈尔滨，在洗浴中心里边做事儿，按摩的。去那儿的男的，大多都挺粗暴无礼的，有的时候还经常会对你动手动脚。但是段哥不太一样，来的时候总会点我去给他服务，还会跟我聊天，给我讲故事。走的时候还会给我很多小费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男的，因为我跟段哥杠上了，结果段哥当场就把那个男的捅了个半死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是混黑社会的，还是个不小的头目。但我还是爱上他了。段哥后来也跟我说，其实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喜欢上我了，觉得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。虽然脾气很臭，但是人很真。后来你就嫁给段哥了吗？没有。算命的说段哥不能结婚，我也无所谓啊。结婚不结婚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不是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做他一辈子女人了吗？其实，在东北那些年的日子，过得挺提心吊胆的。但是我觉着，跟段哥在一起的每一分钟，
都挺温暖的。那是为什么你从东北搬到梨园来了？段哥死了以后，他手底下人不服我，是刘伟拼了命扶我上位的，不但巩固了势力，而且还替段哥报了仇，生意也让他做得红红火火。可能是因为段哥的关系吧，我就不想再在东北待了，想找一个一年四季都有花有草的地方，假装有温暖的地方，所以就带着他来了这儿。但是我也没想到，竟然在这儿遇见了你。其实，有时候你跟段哥挺像的。梅姐，咱们俩能相遇，真的是一种缘分。我真心的想好好珍惜你。得了吧！刚开始接触你的时候，你可是对我视而不见啊，身边美女一直环绕着，怎么可能会看上我这个老女人呢？我说实话，一开始我对你的情感，我自己真的也不确定。但刚才听完你跟段哥的故事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忘记他，这说明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。我知道我肯定比不了段哥在你心里的位置，这我认了。但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年纪，我还真挺喜欢有故事的女人。为有故事的人。为了尽快打通小美人这层关系，我不断撩动她的芳心。但我考虑到小欧的感受，始终与小美人在身体上保持距离。但我最担心的事，还是发生了。我去开门。来啦，严谨，有人找你。谁啊？谢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他。季老板是你朋友？我要说是红颜知己的话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呢？你不也老说我身边总是有美女环绕吗？但难免会遇到那么几个自以为是的。这2个菜应该够你吃的了，这个留着下回再做吧。你的伤也稳定的差不多了，我先回公司。真生气了？没有，确实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处理。那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那你慢点啊。我很了解小美人，她表面越是不动声色，内心就越是风起云涌。我越来越后悔把小欧卷进来。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？
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，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。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，你还有理了？我们要赔偿！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，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你们俩栽赃陷害、胡搅蛮缠。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，爱干嘛干嘛去！等着啊，等着我曝光你们！小欧，你快看看，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，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。会不会是上次那2个顾客搞的鬼？其实这几天晚上我都有接到骚扰电话，对方问我是不是纪晓欧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再打过去，对方就关机了。姐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这2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。不用了，就你这小身板，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。但我也是男孩啊。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有战宇在，遇到什么事儿你能有照应啊。那行吧。味道不错，你们食堂自己包的吗？赵警官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，希望我提供线索，协助你们破案，我怎么觉得你还在怀疑是我杀了战宇？你在努力寻找我的杀人动机。你不停地追问我纪晓欧跟战宇之间的关系，你该不会是怀疑我是因为感情问题杀了战宇吧？你想多了，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死者平时的一些情况，而且我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就是杀害战宇的凶手啊，所以你千万别想太多，你就把你跟战宇之间的事情交代清楚就行了。我明白。不过，你刚才那些小动作，把自己给出卖了。不如这样吧，咱们俩干脆直接一点。小雨，你这手艺不比冯大哥差。多喝点，好好补补。你不会打算要在这儿睡吧？这个长椅好好布置一下，肯定很舒服。姐，你给我个枕头和毯子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你在这儿睡一晚上腰都会断。医院的长椅我都睡过通宵，这个更不是问题。医院长椅？我上高中那年，我妈晚上腿疼得厉害，就连夜送她到医院的急诊，然后就在长椅上睡了一晚。小雨，你这几天就睡这儿。姐，这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除非你嫌我呼噜声大。姐，你怎么可能会打呼噜？我不相信。你就用这个枕头吧。我用那个垫子就行。你平时拉琴本来肩颈就不好，睡觉要格外注意，听话。你先去洗漱吧，我先去收拾东西。姐，睡着了吗？没有。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前阵子你跟严谨去利川，
都干嘛了？严谨是不是和你表白了，然后他又不认账了？小孩子不要问这些，快睡觉吧。姐，我不是小孩子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懂。我知道你前阵子是因为严谨伤心，他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没有。那他最近为什么没有来似水流年？你还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他。我不想看你这么难过。如果严谨骗了你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姐刀枪不入，怎么可能被一个男人上刀？我和严谨从头到尾就没什么，连朋友都不算。时间不早了，快睡吧。姐，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晚安。那段时间，战宇寸步不离的陪伴让我心安了许多。但奇怪的是，我不但没有忘记跟严谨在一起的日子，反而记得更清楚了。每一帧画面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。我爱上他了，早已无可救药的爱上他了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变成了以前最讨厌的那种女人，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争气的抱有幻想，希望明天一睁眼，严谨就自动出现了。说，快说，是谁？说。说是谁？说！说！小雨，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？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？你要是给我钱，我就干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别打了，小雨，别追了，没事吧？没想到你这个小艺术家还挺能打的，那个人块头这么大。我小的时候个头小，经常被人欺负，所以学了几下用来防身。姐，刚才你要不拦着我，我绝对逼他把指使他的人说出来。其实，我大概猜到了是谁派他来的。谁？我去严谨家找过他一次，开门的是另外一个女人。严谨没有说他们是什么关系，但是那个女人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，还能是什么关系呢？于是从那之后，店里开始发生各种事情。姐，
看是不是这个女的？就是她。你哪来的照片？那天晚上，王老师去一个高级会所见一个国外的音乐家，偶然在厕所碰上了这一幕。怕你难过，就没有拿出来给你看。姐，我真的应该早点拿这张照片给你看的，这样你就不用惦记他了，也不会去他家找他，也不会碰上那个女人，46年也不会出这事儿。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太天真，对他期待太多。姐，你这么善良，和严谨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，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和他接触。我看那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们才是天生一对儿。忘了他吧，就当这个人渣没有出现过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姐，胃舒服点了吗？啊，没事了。行，我去给你泡一杯蜂蜜水。哎，小欧，店里挺好的，你踏踏实实上楼休息吧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该下楼活动活动了。啊，那我忙去了。我可真是活久见啊！没想到纪晓鸥也有这么没出息的时候，竟然让劈腿伤成这个鬼样子。你别闹，我是那天喝大了，犯肠胃炎，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好的干嘛把自己关完烂醉啊？还不是为情所伤？姐，水。谢谢。事情原委呢，战宇小朋友都已经跟我说了。我这2天动用关系查一下那个小美人，这个女人开了一家水产公司，还有几个夜总会。她跟严谨肯定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没准这俩人早就搞到一起去了。严谨从来就不是我男朋友，他跟谁在一起与我无关。这要是事实，我就懒得在这儿唠叨你了。你就真的甘心被他白白睡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亲错亲过了吧？我求你饶了我，方大小姐，我真的不想跟那个人再有半点瓜葛。这种渣男当然不必留恋，但你总得让他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吧？哦，当初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追你，现在他连句对不起都没有就闪人了。而且你明明知道咱们店里这些怪事儿都是那个小美人派人干的，你就不想找他问清楚？真当你纪晓鸥没爹没妈没朋友啊？好，走。走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俩去太不安全了，我开车送你们去。还是冯大哥给力。姐，你们还是别去了，那个女的背景肯定不简单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有冯大哥给我们当保镖，我们怕什么呀？那如果以后冯大哥不在，他们再派人找麻烦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算了吧，以后不跟严谨来往就是了。战宇，你平时不是挺向着你姐的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姐都让人欺负到头顶上了，咱们就这么认怂啊？今天必须找个说法。走走，战宇，看店。就是这儿。声讨渣男市场硬仗，你能不能有点斗志？你淡定一点，我只是想就事论事。小欧，咱不欺负人，也不能让别人欺负了。今天必须要有说法。老冯可以啊，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，关键时刻也不掉链子，够爷们儿。走吧。走。走啊！我来。你说真够巧的，这个渣男。
你看。姑娘，你们这是找谁啊？你们这找谁啊？老哥，哎，老哥，借个火，借个火，有火没有？我这没火。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始乱终弃的。哟，这不是季老板吗？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那些去我店里捣乱的人，是你派去的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还装呢？抢了别人男朋友不说，还恶意报复。我们可以告你恶意恐吓、毁坏他人财物，你知道吗？你朋友？怎么可能？纪晓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，少带人过来捣乱，听到没有？赶紧走。现在该我们走了。当初你天天赖在似水流年不走的时候，求我帮你一块追纪晓鸥的时候，今天你当着纪晓鸥的面把话说清楚。方大小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！我什么时候喜欢过纪晓鸥啊？我只是喜欢那家咖啡馆里的咖啡而已。反倒是你，出了名的拜金，朝三暮四不说，现在又跑过来立牌坊，我真理解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你呀，严姐，我们不是找你来吵架的，但你这么说太让我失望了。小宝，咱们走。妍姐，我今儿来就问你一句话：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咱俩能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100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那天回来的路上，车里异常的安静。我听着风的声音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和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突然释怀了。严谨这一夜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不带任何留恋的翻过去了。我的生活可以就此回归平静，一切都回归到严谨出现前的那种有点无聊的平静。你慢用。小雨，马上要期末考试了，准备怎么样？肯定没问题。那加油啊！今天没事，早点回家吧。好。同志，过来走！同志，你们干嘛？给我砸！住手！小雨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不要再纠缠在一起，否则你这店就不要开了。大
西！小雨，没事吧？啊，小辉，你没事吧？那伙人一冲进来就开始打砸，那个领头的还把我姐压到桌子上，想欺负她。是你把那些人赶跑的？啊，是。当时我一看店都被砸了，我一着急我就冲进来，可能下手有点狠。前后一共2、3分钟吧，那伙人就跑了，具体我也没看清楚。那你们先去医院，完事儿之后来派出所做笔录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找谁啊？跟你说了，我们没做没赞。跟你说话呢，我们没做没赞。老黄，季乔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哎。在这儿给我撒什么泼啊？你怎么不问问他对我做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咖啡馆被砸了呀？钱要钱哈，我有，我这张卡里有50万，够你那个破店来。我从头到尾都不认识你这个人渣。拜托你管好你的女人，别让她再来找我麻烦。我季小娥不是吃素长大的，再有下次，我跟她玩命！欢迎啊！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他妈嚷嚷什么？滚！让开！这屋给我砸成这样，连个交代都没有。往哪儿走？算了算了，你也是，好端端的打个女人干什么呀？瞧你点出息！刘伟，放他走吧，咱不是还有事儿呢吗？看看，这不是打红了吗？拿个冰袋来。那天是我人生中最耻辱的一天，那些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愚昧回忆，就像似水流年一样被彻底粉碎了。我在心里大声地告诉自己，
纪晓欧，你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燕景这个混蛋。5年的心血，在几分钟内付之东流。一个人坐在废墟里，我想起了很多事儿。想起小时候在这间屋子里和奶奶度过的时光。想起奶奶去世前曾对我说：“小欧，你记着，什么时候都不要轻易绝望。在痛苦中要忍耐，在患难中要喜乐。”你有没有想过，战宇怎么就那么巧，拍到了肖美人和严谨的暧昧照片？我刚才已经跟您解释过了，他是去见一个国外来的音乐家，在见面的地方碰到的。可是据我所知，那个地方是一家高级会所，因为涉黄涉黑已经被查封了。什么老师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去那种地方见国外的音乐家呀？你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初战宇为什么要拦着你不让你去找肖美人理论呢？他怕我吃亏受委屈。那他就应该像冯卫星一样陪着你去啊。除非他很清楚肖美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不希望你去。你说战宇认识那个女的，怎么可能？战宇认识的每一个人，你都知道吗？梅姐，刘总，聊事儿了。那我外面等。你们俩。我来了。你不喝？我哪有脸喝茶呀？还生气啊？生什么气啊？又没出什么事儿。我跟那个季老板，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我想的哪种关系啊？就算是那种关系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他又不配你。
说的没错。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不值得。之前啊，是我做的不好，哎，这一切都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。伤好多了吧？好多了，能自由活动了。晚上我做了个答谢宴，表示感谢你的。太高调了吧？必须高调呀！我得让大家伙儿都知道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。再给你加点水。我借着答谢的机会，当众挑明了和小美人的关系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她并没有拒绝，反而有种炫耀之势。哎呀，那几个朋友啊，这太能喝了。高兴嘛，喝点酒。你不高兴？高兴，高兴。我也特高兴。去哪儿啊？怎么了？这酒喝多了头疼了。没事呗？忍着点，去厕所啊。哥，这就是 KK。叫人啊，刘总好。总听六子提起你，说你人虽小，但办事很老练，嘴也很严。都靠六哥提携，以后还要跟刘总多多学习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你呢？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？合作伙伴。我警告你，今晚的事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？说，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？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？别打了，小雨！有人给我钱，我就干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小美人仍然在对纪晓鸥下黑手，她的安危，还是让我忍不住想去看她一眼。但我没有想到，小美人一直都有派人监视我。这意味着，在任务结束以前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的远离纪晓鸥，任凭这场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过来看我吗？真不怕出事儿？月黑风高夜，我杀了你都没人知道。你们家楼下门禁坏了，不走探头盲区进来的，绝对安全。我就多余把我家大门密码告诉你，给我听好了啊！以后不可以过来，要有见面，咱们还是老地方碰头。还是2字版的泡面好吃啊！泡面不是以前的泡面，腌子还是以前的腌子。
等坏了吧？真不用找个医生给你看看吗？这个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就别管了。还在惦记纪晓鸥呢？就是因为我，小美人已经开始对纪晓鸥下手了。我真不敢想，后面会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。用不用我安排人去保护一下？你千万别打草惊蛇。小美人这么做也是有意在考验我，只能苦了纪晓鸥了。哎，我万万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也成了渣男。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但眼下为了尽快拿下小美人，你不能出半点差错。再来，姑娘，你们这是找谁啊？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使乱东器的。方大小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纪晓鸥了？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咱俩能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100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渣男！给我打！留下！小雨！不要打了！不要再欺负孩子，否则你的店就不要开了。别动我姐！别动我！喂，严姐，来一趟我办公室，有事找你。好。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觉得那个疯女人可能还会找你麻烦，所以就自作主张，替你教训了她一下。砸得好啊，砸得痛快，早就应该给这个女人一点颜色看看了。不过这么大阵仗，不会惹什么麻烦吧？我做事儿你还不放心？物流生意，我决定交给你做了。那刘总那边没有意见吗？有意见也得听我的呀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最近我们一直跟一个广东的吴老板接洽着，他的水产生意遍布着整个东南亚。如果我们跟他达成合作，利润翻1倍可能都不止哦。广东的吴老板叫什么呀？吴峰。吴峰。广东搞水产的朋友我认识不少，这号人物我没听说过。人一直都是刘伟接洽的，我也没见着。不过根据他搜集的资料来看，人没问题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在这儿给我撒什么谎啊！刘伟来了，事情就严重了，我必须让纪晓鸥安全的离开。什么呀？他们嚷嚷什么？滚！我看着纪晓鸥愤怒而又委屈的双眼，心都碎了。
这一巴掌就像一把刀一样，狠狠地插在了他的心上，也彻底斩断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感情。即便案件终结，我可能都无法再挽回他了。我厌恶我自己，厌恶这暗无天日的生活。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，想要逃离这一切，想要回到过去。下午了，你也喝杯咖啡提提神吧。这味道你应该挺熟悉的。这幸亏啊，就是点皮外伤，再观察观察，没什么事儿就能出院了。姐，你真把那个小美人的办公室给砸了？嗯，砸得好，砸得大快人心。小欧，你心情我能理解，你咋能一个人去呢？你知道那女的背后有什么背景吗？真要出个三长两短，你让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呀？啊？姐，店没了可以重新再来，没必要伤害自己，犯不着，真的。昨天晚上我检查过，咖啡机没坏，我从国外带回来那些饰品也都还在，桌椅板凳修修还能用，咱们只需要把店里装一下就行了。正好我也看店里之前的风格，咱们正好变变样子。对，只要人没事儿，其他事儿都是小事儿。我相信啊，只要咱们齐心协力，用不了多久，40流年就可以重新开业了。可以现在的基础，重新装修加上添置新物件，至少得花30万。我这2年都白干了。要我说，昨天就应该拿着严谨那卡。从今往后，你们都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。那些流氓不都被抓起来了吗？就应该他们赔。再说了，那些钱是那个贱女人的，脏钱你也敢要？哎，好了，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何况啊，小欧不是把他们地儿也砸了吗？这事儿要是走法律程序啊，且耗着呢。况且那几个流氓，他不会轻而易举招出来是小美人派他们来的，顶多关几天就把他放了。咱要真要跟他死磕呀，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。老冯说的对，钱嘛，凑一凑就出来了。我这还有一点钱，实在不够的话，我卖2个包。谁让我之前老从店里拿钱去买包，就算是有借有还。小欧，我手头上有几万块钱，暂时也没用，你先应应急。那是你给乐乐攒的救命钱，我不能要。乐乐现在情况不是挺稳定的吗？你先应应急。如果有什么急事儿，我再跟你要呗。不行，前段时间不是说工作出了问题吗？这钱我不能要。你放心，我和乐乐不会饿死的。姐，我这张卡里也有不到10万，你先拿去用吧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跟冯大哥一样，给我妈攒的医药费，还有我打算出国留学的钱，全是我这几年的奖学金和打工挣来的。这钱一时半会儿用不上，
先借给姐姐周转。你的钱我说什么都不能要。姐，听我说，这段时间你帮了我太多，季伯伯还一直免费给我妈送药，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。现在终于有机会报答你，这钱你一定要收下，咱们是一家人啊。等店里恢复营业，再还给我也不迟啊。或者我拿这些钱入个股，以后我也算是似水流年的小股东了。你们的心意我统统都收下了，客套话不说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似水流年重新开起来。干杯！干杯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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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先把这儿扫了。大家来喝咖啡。不能再打一些折扣了吗？好，那我再考虑一下，谢谢。姐，我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个正在搞促销的装修公司，15万就能搞定。真的呀？我把他们公司的宣传画册、报价和合同表都拿来了，你看看吧。价格真的不贵哎。那个公司专门有个部门是针对大学生毕业创业的，有优惠。我给他们说咱们开咖啡馆，使劲跟他砍了价才拟了这个合同。姐，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现在就可以签约，明天就能开工。小雨，你真是太棒了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全里园都知道似水流年被砸，你妈妈我还不能过来看看了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坐。你就是战宇。是，赵阿姨好。战宇啊，这几天你一直在。小欧姐这儿离不了人，我就请了假，在这儿帮她的忙。啊，辛苦了。没事，都是应该的。谢谢你，战宇啊，帮了小欧那么多忙。不过总请假耽误了学业可不好，还是早点回学校吧。阿姨说的对，我是该回去了。姐，刚好晚上我有排练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再过来。好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哎啊，再见啊！注意安全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小欧啊，嗯，你妈给你熬的汤，补你身体啊。谢谢妈。你和这个战宇最好保持距离，孤男寡女搂搂抱抱的，不怕外人看了说闲话呀？你接下来什么计划？继续开咖啡馆啊？还开？你这个店被人黑了，被搞破坏的事儿都传遍了，说什么都有，你还想继续丢人啊？是吗？我现在出门都被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的，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？他们都说什么了？有人说你招惹了道上的人，还有人说你做了小三儿，被原配报复了。你跟妈妈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妈，我就一句话，没有的事儿。世上就没有空穴来风的事儿。上次去家里那个严谨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他，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你不认识他？你不认识他，为什么把他带回家？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呀？
妈，你就记住，我纪晓从来没有干对不起你们和对不起我自己的事儿。好，只要你跟严景断干净了，我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不说。咱们接下来说说你的未来。既然这个店已经被砸，咱就顺手把它租出去，1年赚的租金都比你开店赚得多。你呢，回去踏踏实实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然后你再找一个好男人一嫁，我和你爸从今往后都不管你了。这个地方是奶奶留给我的，我是绝对不会租出去。我不仅要把似水流年重新开起来，我还要让它比以前更红火。你要活活把我气死是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不杀人不放火，我合法做点生意，我怎么就气到您了？您要是看不惯我这个女儿，您可以再生一个或者去捡一个，让她按照你的想法去活，我绝对没有意见。老纪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女儿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小啊，我和你妈看你好好的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咱们先走了啊，来，我们先走啊。哎呀，别拉着我，下回再说了。小欧，这里面有你爱吃的点心啊。都病成这样了，还有力气哭，为了个渣男何必呢？按我来说呀，你就不应该瞒着我跟那个男的好。那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他是认真的呀，他还飞来迪拜跟我约会呢，谁知道他有老婆孩子呀？你说这年头，找个靠谱的男人怎么这么难啊？谁啊？不会是他老婆找上门了吧？冯大哥，哎，小欧，我让冯大哥给你把我些汤送过来。冯大哥来了。啊，怎么样？退烧了吧，小凤？好多了，谢谢冯大哥，大老远跑一趟。小欧说你病了，我就买了一只鸡，煲了一汤。哎，你俩多喝点。哎，冯大哥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吃了，我跟乐乐在家已经吃过了，你们吃。我家是有点乱啊。何止是乱呀，你搬进来就没有干净过。冯大哥，你别动了，一会儿我自己来收拾吧。没事儿，顺手啊。你们吃。哎，我怎么又哭了呀？我好久都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汤了。至于吗？好喝就多喝点。嗯。战宇最近对你越来越关心了啊！他是关心所有人。我这还装呢，战宇也是男人，平白无故的，干嘛为你付出那么多？是因为之前我也帮了他很多。再说，战宇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。哎，你赶紧帮我找下清单上的东西，咱们结了账赶紧回去帮忙。忘掉一个人最快的方法呢，就是迅速的开展一段新感情。哎，您好，请问一下这个牌子电源开关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请往那边走。啊，谢谢。
我觉得战宇这小伙子挺好的，就长得又帅又有才华，虽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但你不是也不介意吗？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你脑子里除了男欢女爱，是不是就没点别的事儿了？战宇他就是我弟，你们俩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算什么姐弟啊？他喜欢你，你真不知道啊？难道你还放不下严谨？你能不能别再提这个人的名字？你要是真放下了，还怕我提他呀？我已经够烦了，你就别再叨叨我了。你倒先找一个呀！我找到了，上次星盘说的那个男人已经出现了。哼，早看出来了。看出什么了？前几天让冯大哥给你送饭，是不是送出感情了？是送出事儿了，送出大事儿。你们俩不会已经……冯大哥是那种人吗？是我喜欢上冯大哥了，我要追他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哎。其实，我对冯大哥一直挺有好感的。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，乐乐身体不好，他还这么积极向上，为人善良。上次陪你去找严谨算账，他还替我出头。当时我就觉得他特爷们儿。这几天他一直在照顾我，还帮我收拾屋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好像有了他忙忙叨叨的身影，我那个冷冷清清的房子才像个家。你不是随便说说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这次是认真的。我已经不是小姑娘了，该要什么我自己知道。可是冯大哥跟你之前那些男朋友情况都不太一样，经济条件一般。你要是跟他在一起，未来会有很多困难，你能承受得起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我看上的是冯大哥这个人。只要我决定跟他在一起，我就能接受他所有的一切。而且冯大哥之前跟我聊过，他说他想开一家卤味店，但是他现在没有多少本金。我有啊，只要我改掉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，把这些钱省下来，不出2年，应该就能帮他把店开起来。只要店开起来了，凭冯大哥的手艺，生意肯定红火。到时候乐乐医药费也不用愁了。你能看上老冯呀？表明你这个脑袋瓜子还算清醒。那你说他能看上我吗？他会不会因为我以前那些事儿讨厌我呀？他要真讨厌你，何必答应我来照顾你啊？也是。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追啊？你跟他那么好，赶紧给我支支招。我觉得只要拿出真心就行了。但是你看看冯大哥平时那么简朴，就你这辣妹的穿衣风格，加上这大浓妆得变变。哦，最关键的是要对乐乐好。行。那以后我这些化妆品啊、包啊、衣服啊都归你了，我换你那些衣服穿。这么决绝？我得学会省钱持家。我可丑话说在前面，你敢伤了冯大哥的感情，咱们俩有劲。先追上再说。冯大哥，哎，喝口水吧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小冯，你今天挺不一样的。开饭啦！吃饭了，吃饭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各位。冯大哥，辛苦了。好，吃饭。来，小雨。小雨，走。累吗？还好。哎呀，
上午任务还挺多的啊。确实。王大哥的，找的，谢谢。你的，谢谢。哎，我这份怎么比你们那个多一份肉啊？你这2天干的活最多，太辛苦了，我特意多给你点了一份肉。潘大哥，啊？脖子疼啊？没事，我给你按按吧。不用，你吃你的。没事儿。不是小芳，是这儿疼吗？小芳，好了，你吃你的，没事儿。小芳，好了。说了这么多，我想问问，现在你们到底查到什么了？目前还没有。那么长时间了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案件比较复杂，我们也会尽全力破案的。所以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对案件都很重要。儿子走了有5年了，当年我就救不了自己的兄弟，现如今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保护不了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我也没想到这件事让季小欧受这么大的苦，但事情到这儿了，你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我那天眼睁睁的看着季小欧被那帮混蛋欺负，我还要在小美人的面前表现得幸灾乐祸。你确定这样的人能帮你完成任务？然后呢？你打算为了季小欧放弃这次任务？你别忘了，儿子就死在这群毒贩手里。如果不彻底把小美人集团捣毁，1020贩毒案就永远都无法终结，儿子就永远都死不瞑目。行，牢骚我也发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小美人终于在我面前提到那个广东的吴老板，叫吴峰。虽然他没有提及毒品生意，但他至少想要把我拉入伙，还想把物流运输交给我。这坏消息就是跟吴老板所有的联络都是刘伟在负责，小美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吴峰这个人。而且刘伟仍然反对我来负责运输。KK 已经被六子带去见过刘伟了，他跟你说过吗 ？KK 见过刘伟了。严姐，现在只能通过你利用小美人去打通刘伟这一关，全面盯紧这个吴峰，尽快摸清他们的交易细节，争取来个一次性清网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但 KK 这一边，我还不想放弃。如果他还不知道悔改，以他目前的贩毒数量来看的话，死刑。那天在店里，小欧遇到麻烦，是战宇拼了命保护他。我能看出来，他对季小欧是真爱。如果他不想让季小欧日后对他失望，不想让季小欧面对他的死刑判决，他一定会回头。你不会敲门啊？如果你再敢伤害季小欧，我就杀了你！我说到做到。那得看你能不能活到那一天。威胁我？
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？信啊！我怎么不信？你毒都敢卖，人有什么不敢杀的？什么毒？你说什么？真不知道？那行，我帮你回忆回忆。你叫战宇，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高材生没有错，但你还有个绰号，叫 KK， 酒吧界一代有名的毒贩。你的上线是六子，那天在会所，你就是去找刘伟的。你从一开始被生活所迫，到对金钱成瘾，再到现在，你成了小美人贩毒集团的成员，你贩的毒，加起来足够你吃好几颗枪子。你真以为你是纪晓鸥面前那个纯良少年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欺骗家人朋友，努力在别人面前扮演好孩子的毒贩，一个满口谎言的亡命徒。要不是我让老程给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你早就脑袋搬家了。老程，你们跟我走。等一下，这儿没人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这么点山路你都走不了。我跟老程是发小，也是战友。我们共同经历了5年前1020特大贩毒案。现在这个案子卷土重来，为了彻底肃清1020大案，我决定跟老程联手，以卧底的身份接近小美人。但我一直被刘伟排除在外，因为他始终怀疑我的缉毒警背景，以及我跟老程的关系。难怪情人节那天六子派我去找你。就是从那天起，故事急转直上。我为了拿回打火机，意外地发现你在酒吧街贩毒，我便怀疑你是刘伟的人，才开始在40多年盯着你。所以是你让老程发展我的。一方面，我很难取得刘伟对我的信任，需要一个人配合我；二来，就算为了纪晓鸥，我想给你一次自我挽救的机会，所以我跟老程策划了那一次的抓捕行动。你可能到现在你都不知道，从你身上搜到的那包白粉，其实是洗衣粉。我本以为你会好好珍惜这一次的机会，与警方合作，但我真没想到，你一直在敷衍老程。那你呢？你为了你的英雄主义就把纪晓鸥卷进来，一而再再而三地骗他、伤害他，你不觉得这对他一点都不公平吗？我是对不起他，但如果让他知道，他引以为荣的弟弟是一个毒贩，而且没有把握住唯一一次自我挽救的机会，被判了死刑，你说，你还有什么脸面对他？没办法，人各有命，你是大英雄，而我呢，
一个一睁眼就得思考如何可以多赚点钱的人。我没有未来，更没有回头路。我终归是要被小欧姐放弃的。那是因为你自己把你自己给放弃了。眼下是案件突破的关键时刻，只要你肯全力的配合我，从刘伟那里获得重要的情报，你就有活下来的希望。将功补过，永远为时不晚。你只要活着，你才能站在这儿看风景，才能去爱你想爱的人。前提是你活着。纪晓鸥他知道你生活有多么不容易，就算他知道你犯错，他也一定会原谅你，不会放弃你。我相信她是这样的女人。回头吧，佳宇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？你现在和刘伟什么情况？他对我比较满意，让六子好好栽培我，说接下来跟广东会有一笔大额交易，货已验完，价格也谈好了，就等着合适的机会进行交易。小美人她虽然是贩毒集团的首脑，但具体管事的人还是刘伟。你需要做的，就是尽可能的从六子那里打探到刘伟的动向。明白。你有没有听六子提起过制毒工厂的事儿？如果你听到与此有关的相关信息，你要及时的汇报。如果可以找到制毒工厂，或许可以另辟蹊径，将案件侦破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减少见面。如果你得到什么消息，第一时间汇报个老成。安全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电话联络。记住了，刘伟是个狠角色，凡事一定要小心。知道，我不笨。装修公司的简介、报价单、合同我都已经发给你了。一签合同，第2天就可以动工。记住了，你就说是你自己找的。小欧怎么样了？还可以，正常吃饭睡觉。唯一的烦心事儿就是店里的装修。我不在，你跟方天雅把他照顾好。我马上到店了，先挂了。严总好。哎，严姐。老房。啊，严姐，有空吗？找你说点事儿。来。哦，早戒了。戒了好啊。老方。我知道小欧店被砸的事儿，你挺气愤的。严姐，你到底跟那女的什么关系？你知不知道她背后跟黑道有来往？她什么样的人，我当然知道。但你也知道啊，最近啊经济不景气，我为了保住这摊生意，必须得跟这个女人保持合作的关系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嘛。
你跟他合作是你工作上的事儿，啊，我相信你心里有谱。可是小欧是我认识里面最善良的一个女孩子，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伤心过。那当然，这是你俩的私人感情，我无权过问。但是作为他老大哥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他这么伤心啊。严谨，你别再找他了。老方，你今儿过来，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？啊，这儿还有一个事儿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是不是乐乐的情况又不好了？啊，乐乐情况最近还算稳定，可是大夫说，如果他一旦再复发，就必须进行骨髓移植手术。我算了一下，这手术费加起来怎么得40、50万吧。现在网约车的生意也不太好做，我得为乐乐这手术费啊，得好好打算打算。我的条件你也知道，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，所以我就想起你之前跟我提过，说你那个采购部经理的事儿，我不知道这个职位现在还在不在？在啊，那个职位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，你要能来太好了。平时进进货啊，看看仓库啊，也不用加班，月薪15000起步，你看怎么样？太好了，严总啊，不，是严总，哎呦，太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不，咱们兄弟间客气什么呀？下周1过来上班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哦，对了，这事儿我暂时没法跟小欧提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哎，我理解。反正我跟季小欧已经断了来往，这事儿你要不说，他也不会知道。那太谢谢了。啊，我找人给你做合同。哇，可以啊，严总。没2天功夫，这办公室就焕然一新啦！啊，哎，你看看，还是人家严总有品位，你瞧瞧。哎，这用的都是环保材料，你闻闻，一丁点味道都没有。让你费心了。应该的。严总，今后在女人方面得严谨点儿，动不动就装修办公室。行了，别说这个了。晚上来了2个朋友，你安排一下呗。好嘞，没问题。这沙发看着不错，你喜欢就好，试试。吴峰说什么时候到梨园啊？下周2。也是够磨叽的，都等了他半个月了。这吴峰太迷信了，出门都得算日子。就这日子，还是找了3个大师算了才定好的。说点正经的吧，你打算跟严谨耗到什么时候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我跟他就只能谈感情，谈不了什么生意了。你觉得严谨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吗？上次咱们为了试探他，砸了季小欧的店，他的反应正常吗？正不正常我不知道，但是能看得出来他是铁了心了。感情的事儿我不管，但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不想让严谨插手。他到底怎么你了？你这么跟他过不去？我觉得他来者不善。我一想到他是前缉毒警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严谨跟我们也不是1天2天了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早就应该看出来了。你可别忘了，他是被冤枉之后才离开禁毒支队的。上次开枪的人到现在都没找着。我一直觉得这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，为的就是让你对他动心。他这么做，
目的无非两种：要么是警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，要么是想借我们的势力分一杯羹。严谨肯定知道我们在跟老吴谈的是什么生意。你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疑心太重。我真弄不明白，梨园那么多有势力的人，你为什么非要选严谨合作？万一有问题，咱俩是要掉脑袋的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了。严谨有没有问题，再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老吴来是个机会啊。还是你狠。那就按你说的办，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。如果严谨真的有问题，随你处置了。听你自己这么说，你其实对战宇挺不错的呀。我没想为自己开脱，我只是陈述事实。那这么听下来，你应该是战宇的大救星啊，他应该特感谢你吧？我那么信任他，他居然差点害死我。看你们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。我真后悔给了他这个机会，否则